上一次的倒春寒也才过去10天，今天已经下过雨了，晚上会刮大风降温，明天夜里会继续降温到零下1度，这次我连保护都做不了了。上次倒春寒，丽丽用厨房纸加锡箔纸包住树枝，保护住了这些杏子。但是今天晚上用不上了，下雨纸一湿，包上去反而把冻害放大。风一大呢，枝头挂着这么多雨水，本身就快压断了。再绑个东西上去，恐怕枝也保不住。这园子里边的小杏、小桃、小李子，恐怕今天什么也做不了。对于那些香椿呢，倒是可以做一件事儿，就是给它摘下来。上午一直在下雨，这会儿是难得的晴天呀，趁这会儿走一圈，看看我这片后院果园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先摘香椿吧，这一批是上次倒春寒丽丽包过的那部分熬下来的。你看这叶子已经展开了，正是能掰的大小。这边还有一些，说来也巧，上次倒春寒那会儿还是小嫩芽，够不上掰的大小，才只能用锡箔纸给包起来保护。今天刚好到能采的时候，如果今晚一冻，明早全变成褐色，就只能扔掉了。上边也还有一些，一会儿把梯子搬下来，趁现在天气好，全都给它摘下来。摘下来焯下水，晚饭就香椿炒鸡蛋了。这些嫩嫩的小芽现在太小了，要是再能长2天就好了。没办法，也只能给掰掉了。一会儿的功夫摘了这么一小把了，这会儿风是越来越大了。这是今天出门能确定的唯一的一样收获。来看看这棵杏树，这是我种杏树这些年长得最好的一次了。看看这些小青杏，已经有弹珠那么大了。关键是不止这一串，好几个枝头上都有。我种杏树有5、6年了，从来都没吃过一颗自己种的杏。上一次倒春寒的时候，丽丽把刚落花的几根枝条给包了起来，撑住了。然后这几天就看见幼果一点点长出来了。前2天我还在想，今年是不是真的能吃上一口了？哎，再看看这小杏。明天晚上零下1度，再加上这么大的风，幼果比花更怕冷，这个阶段的零下1度可能就真的是扛不过去了。等到中霜日过后，我走到这儿，再看看这个杏，真的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子。桃树、李子树、梨树，上一次倒春寒的时候开的最盛的那一批花，几乎都全军覆没了，现在已经是干瘪脱落了。但是当时还是花骨朵含苞待放的那一批，反而大部分都扛过去了，这几天全都结成了幼果。去年我们也来过倒春寒，不一样的是去年中霜日来得早，梨树那时候还是花骨朵，所以去年的时候梨树是丰收了。今年中霜日太晚，桃李梨的幼果全都刚刚挂上，正是最脆弱的时候。这棵欧洲梨谢花才谢了1半多，幼果的雏形都看得见了。霜冻之后呢，基本上也不用想了。去年已经是挺惨的了，今年恐怕是比去年还要惨。这几棵苹果树是最让我不甘心的了。苹果树的花期晚，上一次倒春寒的时候，苹果花苞才刚要露头，完全没有受到影响。我那会儿还挺开心的，想着可能就是最后的中霜日了，好歹苹果树今年稳了。结果你看现在。这花开得正盛，才刚刚开始谢花。盛花期的零下1度意味着什么呢？它很多花的花蕊会变黑，幼果会形成不了。这几棵树上今年有没有苹果？有的话，产量是多少？就看明晚那2、3个小时了。来看看柿子树，这柿子树才刚刚发芽，像这种不耐寒的富裕柿子树品种，它的这种芽比花还脆弱。柿子树一旦新芽冻死，问题就不只是今年没果了，整棵树都会元气大伤，缓过来又要1年2年时间。所以这棵柿子树我还是得给它保护起来。柿子树比较矮，它下边的枝也是有一些发芽了。这根部呢，我还得再给补上一些干的麦秆，留住下边的热气。高处的嫩芽呢，等雨水再干一干吧，我还是给它包上。
这枝条呢，我就用原来冬天裹它的布条给它再绕一圈裹上，然后外边套上塑料袋。这可能是今天我唯一还能给它做点什么来保护的小树了。这边这棵次郎柿子树上面也有一些枝条发芽了，不过它本身就耐寒，而且长得也挺大的了，这个就不用管它了。还有几棵树，这新的一批嫩芽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看这桑树上边新的嫩芽都已经长出来了，芽上带着花穗，还能看到上一次倒春寒的时候给冻干的那些芽。然后这新的一批长出来，明晚过后呢也会变成褐色，冻得干瘪了。这到时候又得重新再来。看这软枣猕猴桃更明显，跟桑树一样反复的出芽。但是其实它们俩我倒是不是很担心，因为生命力非常的强。再发芽的能力几乎是没有上限的，冻几次反正冻死了还能继续出芽，继续活下来。无花果上次没事儿，因为当时还没发芽，这2天芽刚刚从根部冒出来，过了霜冻之后大概率就又没了。树本身倒没事儿，因为冬天这些树早就被冻死了，都是从根部再发芽出来的。这无花果耐寒能力弱，但本身还是相当的皮实的，生长力也强。这甜樱桃树呢，今年还是满心期待等它上边的花留住，做出果实。可是甜樱桃的花期也是挺早的，上次倒春寒一冻，再加上后面的自然落花落果，现在树上我看了看，已经完全没有果了。即便有的话呢，明天一冻也没了。甜樱桃现在这种状态，反而是让我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，也就没啥要担心的了。也不知道是该喜呢，还是该悲。葡萄芽才3寸长，花穗是刚钻出来那种小的。刚仔细看了一下，这个长得长一点的芽上面居然趴了一只毛虫，还有一只果蝇，估计这么冷的天也给冻死了。看这枣树才刚刚发芽，也有几棵树是我觉得问题不大的，比如说是山楂。你看这山楂树的花苞，它正在膨大，还没开。花苞期比盛花期耐冻得多，零下1度，大概率是能扛得住的。另外，这棵树上的花苞也是一样，似开非开的样子。这个时候，地上的这草莓花正盛开的时候是最喜人的，不过草莓是从来都不用担心的。到蓝莓了，这蓝莓有一些是开花比较早，已经做果了，有一些像这一棵开的正盛。蓝莓我也不是很担心，因为蓝莓本身是比较耐寒的。我们等到倒春寒过后呢，再过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。这最后一棵呢是色樱桃，这色樱桃和甜樱桃比起来，种植难度还是要低多了。昨天看的时候，上面还有好多花处于谢花期，今天一刮大风，上面花瓣都没了。仔细看呢，它的幼果也已经形成了。这色樱桃虽然不像甜樱桃那么娇嫩，比较皮实，但是幼果形成的时候，到底能不能扛下零下1度呢？后天我们过来看看。这要是扛住了，今年就能吃上樱桃了；扛不住，还得等明年。有些树呢，你盯了再紧也没用，种了这些年，算是真的懂了。我这个地区呢，平均的种霜日就是今天，结果明天晚上还来一次零下。光是倒春寒这一条，就年年把我这片后院果园给打残。东海岸7区种果树，我感觉是一种地狱级的难度，不是土的问题，不是虫的问题，是这个春天的问题。3月的暖把花给吹开了，4月的寒再把花给冻掉，年年都是这样反复的蹂躏。其实种果树呢，跟我们普通人过日子也没什么两样。把该做的都做了，施肥、打药、剪枝、围篱笆、防路全都做完了，剩下的就是天说了算。种地的人到最后都会懂这件事儿，懂了也就不跟天较劲儿了，一切随缘吧。看看这大桃树上多好的桃子呀，不知道还能留住几颗。今天能拯救的也就是这些了，一把香椿，几根包好的柿子芽。剩下的就这样吧。后天早上天一亮，我第一件事儿就是出门再走上一圈，看看还剩下什么。早晨太阳出来了，但是没有阳光的地方，这霜还在，白白的。
看这桃树的花儿和叶子冻的都已经蔫了。看这种小桃子，现在还看不出太大的影响，得过几天就知道它是不是被冻伤，会干死掉、脱落了。反正这些树啊，从远处看都不怎么乐观。重点是看看这棵杏树上边杏子怎么样了，上边全是冰珠，放大了看一下。现在也是不知道结果怎么样，得过几天，但感觉形势不妙。看看开花的苹果树，苹果花怎么样了？一片白白的，看苹果花上边都是冰碴。这蓝莓的花好像也有一点点冻了，看这小柚果上面的冰渣。再去看看桑树和香椿树，叶子又被冻成褐色了。往下走走看，这边的带着桑果的又要重新发芽了。这香椿芽呢，现在看起来除了上边全是冰渣之外，倒没有特别明显的冻伤的痕迹，得等到下午或者是明天才能看出来。还有这个芽比较明显，阳光照过去之后已经有点发黑了。哎，今天过了之后应该就没什么事儿了，从头再来吧。我这梨树的小梨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，已经冻坏了，估计最后不是全军覆没也剩不了多少了。唉，太难了。刚刚本来觉得没希望了，突然看到树上还有2朵花，看来后边还是可以有些期待的。这次因为是零下1度，时间也短暂，这些花看起来是扛住了。这儿还有个小花骨朵。这几个长得大一点的葡萄芽，还有小葡萄的花穗，也都冻成褐色的了。